欢迎收听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我想你大概不陌生，就是荧幕时间。家里的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甚至是我们自己，好像常常盯着荧幕看呢。那到底用多久才算是太多了？我们今天手上有一份蛮大规模的研究，也许可以给我们点线索。这是一份针对美国的研究啦，样本数很大超过4万个小朋友跟青少年，年龄从2岁到17岁都有。研究是发表在《预防医学报告》这本期刊上，它主要就是去看各种荧幕的使用，像是看电视用电脑、滑手机、打电动，这些跟孩子心理健康的关联性。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一起来 разбираемся，就是把它弄清楚、搞明白，来看看这份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萤幕时间长短跟心理健康状况，是画上等号还是问号？我想这对关心下一代成长或者关心自己数位生活的你，应该都蛮有参考价值的。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重点发现好了。研究里面有一个模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说如果每天的萤幕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里面，好像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指标看不太出来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可是关键就是这个可是，一旦超过1个小时那个情况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对，这个1小时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吧，蛮有趣的观察。因为研究数据就显示，每天萤幕时间只要超过1小时，后面很多心理健康的指标就开始跟使用时间出现负相关。负相关那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是哪些方面的指标啊？这个范围还蛮广的比方说像是孩子的好奇心好像会降低，然后那个自制力，就是控制自己冲动的能力会变差，也比较容易分心，甚至在交朋友这方面可能也会遇到比较多困难。还有像是情绪的稳定度会下降，照顾的人会觉得孩子好像比较难带，连带那种好好完成一件事情的坚持度可能都会比较低落。哇，听起来影响层面很多好奇心、自制力、人际、情绪。对，而且还有年龄上的差别。研究也发现，萤幕时间会随着年纪越大用的越多，这个好像蛮符合我们想象的。特别是到了国中、高中这个阶段，增加的非常明显。你看，高中生平均每天使用萤幕的时间竟然高达4小时35分钟，4个半小时，哇，这么长。那这个年龄的差异，是不是也反映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上？问到重点了。没错，数据确实显示，萤幕时间跟心理健康的这种负面关联，在青少年，也就是差不多14到17岁这个年纪，会比更小的孩子来得更明显。更明显，这真的蛮值得注意的。怎么说呢？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更大吗？对，研究里面直接比较了。跟每天只用大概1小时的低使用量青少年比起来，那种每天用超过7个小时的高使用量青少年，他们被医生诊断有忧郁症或焦虑症的风险高了超过2倍。等等，超过2倍，7小时跟1小时比，风险高2倍，这听起来蛮惊人的。是啊，这个数字很显著。而且不只是诊断他们需要去找心理咨商师接受治疗，或者说需要用到相关药物的可能性也明显比较高。甚至就算不到每天7小时那么极端了，研究说只要到每天4小时，就是所谓的中度使用，也已经看得出来跟比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关了。了解，所以青少年的情况真的要特别留意。那年纪再小一点的呢？像学龄前的小朋友，2岁到5岁那种。学龄前的孩子，研究其实也有看到关联。即使是2到5岁这个年纪，如果萤幕时间用的很多，他们好像也比较容易发脾气，就是那种很兴奋的时候，比较难自己冷静下来。对，还有像是坚持把事情做完或者需要安静的时候，能不能好好静下来，就是那个自我控制的能力，表现看起来也比较差。所以这个影响可能从小就开始累积了。不过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青少年受到的冲击好像又更强烈？研究有推测可能的原因吗？
这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研究人员他们推测啦，可能有几个因素，比方说青少年可能更常使用社群媒体嘛，对，那这些时间可能就直接排挤掉了他能跟朋友啊、家人啊那种面对面真实互动的时间。取代掉了。对，另外，智慧型手机现在几乎随时都在身边嘛，这也很可能干扰到睡眠，或者说改变了他们社交互动的品质，而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有道理，品质可能也不一样了。不过这里真的要特别小心提醒一下，这份研究它的性质是相关性研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对，相关性研究。意思就是说，它只告诉我们，萤幕时间的长短跟心理健康的状况有关系，有关联。但我们不能直接跳一步说，就是因为看萤幕导致心理健康变差。没错，这个陷阱要避免，因为搞不好是反过来的，对吧？说不定是本来心理状况就比较不好的孩子，他反而更想要花时间在萤幕上寻求慰藉之类的。完全有这个可能。这个因果关系的方向，单看这个研究是没办法确定的。不过，值得补充一点的是，确实有其他的纵向研究。纵向研究？对，就是那种追踪同一群人，可能好几年看变化的研究。有些纵向研究的确发现，常常是萤幕使用的时间先增加了，然后才观察到心理健康指标下降。所以时间点上好像是萤幕在前，心理健康在后。对，这提供了一些线索啦，但还不能当作定论，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这个因果关系。了解。好，那我们消化了这么多资讯，该怎么来总结一下呢？简单来说，这份研究给我们看到的是，每天如果超过1个小时的萤幕时间，跟儿童、青少年比较差的心理健康表现之间，好像真的存在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看起来在青少年身上又特别的明显。所以这对于正在关心孩子成长啊、教育方式啊，或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你来说，这算是一个蛮具体的数据参考点，也许真的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生活中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那条萤幕使用的界限到底该画在哪里比较好。对，然后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接下来去思考，就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看到了萤幕使用的时间长度好像跟心理健康有关嘛，那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去关心孩子们在萤幕上面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们互动的品质又是怎么样？内容跟品质。对，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些花在荧幕上的时间，到底取代了哪些活动？有哪些对他们成长发展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搞不好更重要的活动？像是去外面跑跑跳跳啊，对，户外活动，或者静下心来好好看一本书，跟家人朋友那种真实的聊天相处，这些时间是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被荧幕悄悄地偷走了呢？这个或许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